对于上班族妈咪来说，如果 baby 愿意被亲喂，也愿意被瓶喂，是最理想的事。可是有些 baby 会只是要被瓶喂，不愿意被亲喂。另一方面，也有一些 baby 却只是愿意被亲喂，不愿意被瓶喂。哪一个比较烦？我跟你说，都一样烦，都一样难搞的。Hello， 我是 Lily。baby 拒绝被瓶喂怎么办？这个 video 是因为有妈咪要求我才制作的。既然要做，我就顺便把 baby 拒绝亲喂和瓶喂两种状况都拿来讲好吗？今天我不是要教你解决方法，因为 baby 拒绝被亲喂或者拒绝被瓶喂都是 baby 自己做的决定，这个跟牛不喝水按不得牛头底是同样原理的。我没有让你 baby 改变主意的超能力，不过我可以建议一些方法去让你尝试，然后慢慢让 baby 改变主意。首先，我们要先来分析 baby 会拒绝的原因，看看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你 baby 抗拒被瓶喂或者抗拒被亲喂，也顺便帮助一下那些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的妈咪学习一下，希望可以帮到他们降低这个问题发生的机会。请帮我估计一下，这样子就可以传达讯息给 YouTube， 把这个 video 展示给其他有需要的妈咪看。谢谢。baby 会拒绝瓶喂的可能性有两个，第一就是因为太深爱被亲喂的感觉了。深爱被亲喂不是坏事哈，也希望妈咪们不要听到我说这个原因，你们就想办法去避免 baby 太过深爱被亲喂。深爱被亲喂是好事，各位妈咪，亲喂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 baby 直接吸妈咪的乳房，这个是没有办法取代的。不亲喂的话，如果 baby 不愿意被瓶喂，也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喂啊，比如说 spoon feeding、cup feeding， 用针筒啊，或者用手指 finger feeding 都可以喂。而且亲喂也有很多好处，在我重新录制的安姑姑网上哺乳讲座101里面，有一个完全是关于亲喂的部分，里面有详细解说。在我把101到104全部重新录制完毕之后，我的网上哺乳讲座的价钱就会大幅度调高的了。有兴趣的妈咪就趁我还没有起价之前赶快报名哦。各位妈咪，你们有臭臭吗？就是那个从小陪伴着你长大的那个小枕头嘞，有你的味道，然后没有它你就睡不着的那一个臭臭嘞。如果买一个又贵又豪华的枕头来给你取代你的臭臭，你要不要？才不要，对吗？因为它都没有你多年培养出来的臭臭味道。又或者说啦，你去旅行，即使玩得很累，你躺在酒店的床上面，也还是会想念你的臭臭，或者是想念你家里的床。有些人啊，可能还是可以睡得着，可是有些人却整晚都睡不好的。baby 也是一样，当你给深爱妈咪乳房的 baby 用奶瓶吃奶， baby 就会想，这个什么来的？我才不要，都没有妈咪的味道。被亲喂的时候，在妈咪怀里面多舒服啊！为什么要我用这一个没有情感的道具来吃奶？尤其是当妈咪亲自用奶瓶喂 baby 的时候，明明乳房在这里，为什么妈咪要用这个东西来塞我吃奶的？所以妈咪不要亲自用奶瓶去喂 baby， 让 daddy 或者家人帮忙的时候，妈咪最好也不要在同一间房间里面，因为 baby 会嗅到你的味道，他知道你在的，就算你躲起来，他也是知道的，所以最好躲去另外一个房间。有些 baby 可能啦，最后还是会用奶瓶吃奶，可是有一些 baby 是一直都不愿意接受的。第二个原因就是 baby 有被奶瓶灌过才会抗拒。大部分人都会教你瓶喂的时候要这样子，把奶瓶向下，让奶嘴头充满奶水， baby 才不会吸到空气。可是这样子奶水就会一直涌出来，让 baby 没有喘气的空间。正确的瓶喂方法是应该把奶瓶放去水瓶喂。把奶瓶放水瓶喂 baby 不会吸到空气咩？那每个人吞东西都一定会吞到空气的，
帮 baby 拍嗝就行了。而且往下灌的时候baby 就只好一直吞，吞下去的空气会更多咯。本来当 baby 开始接触一个新的吃奶方法，就已经是一项新挑战了。大人还用来塞的 ，baby 转过头去的时候，也一直追着往 baby 的嘴里面塞。一塞进去了，奶瓶还会被大人按着。你说这个不是灌是什么？经历过这一些被塞奶瓶、灌奶的体验以后 ，baby 见到奶瓶就哭了。正确的瓶喂方法是应该把 baby 抱直一点，然后不要把奶嘴头直接往 baby 嘴巴里面塞，要把奶嘴头放在 baby 的嘴巴前面，轻轻碰触一下 baby 的嘴巴，就好像亲喂那样 ，baby 张开嘴巴迎向前，你才把奶嘴头送进 baby 的嘴巴里面。奶瓶不要这样子向下，要尽量放平一点，让 baby 主动吸，然后让 baby 吸几口，大概20秒、30秒这样子，就把奶瓶这样子压下来，让 baby 喘一喘气。奶嘴头还是在 baby 嘴巴里面的哦，不要拔出来。然后你就看 baby 的动作，当 baby 开始吸吮，你才把奶瓶又提高到水平位，让 baby 吸大概20到30秒，又再次把奶瓶这样子压下来，一直重复。当 baby 不再吸了，就是喝够了，这样子叫做控速瓶喂，控制速度的瓶喂方式。这样子要喂到几时啊？他懂什么啦？这样得空叫他来帮我们喂啦！网上这些人啊，乱教的东西你不要听啊！这些人只是会讲而已的啦。Well， 你想要学避免 baby 抗拒被瓶喂或者抗拒被亲喂的方法，我都已经把我懂的教给你们了。要不要相信就由得你们咯。能说的我都说了。baby 已经抗拒被瓶喂了，怎么办？那如果是至少还不至于看到奶瓶来了就大哭的程度，可以尝试刚才说的控速瓶喂，记着不要塞奶瓶。如果 baby 已经到了连看到奶瓶都不行的抗拒程度，你可以做的就只有用其他的方法去喂了。谁说吃奶一定要用奶瓶的嘞？你可以用这一类的道具来喂，也是很方便啊。那用这种道具来喂，也同样是不可以塞进 baby 的嘴巴的，同样也是要让 baby 主动张开嘴巴向前迎接甜食的。如果 baby 已经超过6个月了，你也可以让 baby 用学习杯子来喝奶。那么如果是那些 baby 只是要被瓶喂，抗拒被亲喂的呢？同样的，在瓶喂的时候，用控速瓶喂的方法，开始培养 baby 习惯要主动吸才有奶喝的习惯。如果 baby 是完全不肯吸妈咪的乳房的，连用亲喂的姿势抱也不行的，那么妈咪就只好费多点心思，给多点耐心了。平时有机会的话，关上门，脱掉自己的上衣，也脱掉 baby 的衣服，剩下尿片，跟 baby skin to skin。你可以躺在床上面，或者靠着床头，让 baby 趴在你身上。不需要用亲喂的姿势，让 baby 贴在你身上就好。跟他说话，跟他唱歌，然后抚摸 baby， 帮 baby 按摩。总之，好好享受跟 baby 在一起的时光。然后有时有意无意那样子，让你的乳房贴近 baby， 看看 baby 有没有意思要吸。那这个是非常花时间的，也非常需要耐心的方法，而且也没有办法100%保证 baby 会愿意接受回被亲喂。成功的案例是有的，而且也不少，同样也是有失败的。我也不确定是因为妈咪中途放弃还是什么原因啦。不过无论如何，要是你试了好几个月 baby 还是不愿意接收回被亲喂的话，妈咪花的这些时间陪 baby 也没有损失啊。如果 baby 至少还愿意吸妈咪的乳房一下子的，妈咪就要抓紧那个机会，亲喂的时候多专注跟 baby 亲密紧贴在一起的温馨感，跟 baby 说话唱歌拍拍 baby， 让 baby 享受被妈咪爱着的感觉，让 baby 不舍得放开，
要是 baby 开始有不耐烦的表现，比如说嘻嘻下拉扯乳房啊，或者双脚在乱踢啊，或者在开始发出不耐烦的声音，可是又还没有放开来哭闹，妈咪就要赶快维持着亲喂的姿势站起来喂。站起来，你可以前一步后一步这样子走动，一面跟 baby 说话，一面拍拍他。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baby 是会静下来乖乖吸奶的。还有一种状况会让妈咪误以为 baby 讨厌被亲喂。有一位妈咪就是每一次亲喂的时候 ，baby 都哭闹，后来换一个姿势喂 ，baby 就乖乖吸奶了。她也把这个 video 分享了给我，让我放在这一个 video 里面分享给大家。大家接下来可以去看看这一个 video， 或许你亲喂 baby 的时候，他哭闹是因为胃食道逆流的关系嘞。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都讲水。